请脱掉您的卫生棉。当这句话从洛杉矶国际机场保安人员口中说出时，没有人能想到，眼前这位45岁的台湾女性竟然是美国联邦法官。更没有人预料到，几周后，当她身穿法官袍出现在法庭上时，那些羞辱过她的机场保安员们会瞬间脸色惨白如纸。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种族歧视故事，这是一场关于正义、尊严和复仇的真实较量。当权力的傲慢遇上法律的威严，当种族偏见撞上职业操守，究竟谁会笑到最后？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被羞辱的普通乘客林美琴，这个名字在美国法律界并不陌生。23年前，她怀着对法律的热忱从台湾来到美国求学，哈佛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22年的美国公民身份，从小型律师事务所到承办重大案件，再到5年前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法官，这是一条典型的美国梦成功之路。2024年10月8日，又是一个平常的回台探亲日，林美琴开车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搭乘下午2点30分的长荣航空班机。作为一名每年要回台湾3到4次探望年迈父母的女儿，这样的行程对她来说再熟悉不过。在出境大厅排队等候安检时，母亲打来了视频电话：“美琴，你现在在哪里？”“妈，我在机场，马上就要出发了。”“好的，你爸爸知道你要回来，高兴得不得了，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叫我准备你最爱吃的卤肉饭呢。”听到母亲的声音，林美琴的心情变得温暖。这样温馨的中文对话本应是最平常不过的家庭日常，然而她敏锐地察觉到，几名机场保安人员正用异样的眼神注视着她，那种眼神充满了怀疑和恶意，权力的傲慢。迈克尔·强森，52岁，洛杉矶国际机场保安队长，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工作了17年，体格健壮，像是军人出身，脸上写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当轮到林美琴接受安检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前面的白人情侣很快就通过了，只有她被特别关照。“请打开行李。”迈克尔指着林美琴的行李箱说道，行李箱里装着便服、化妆品、洗漱用品，还有要给父母的礼物，台湾乌龙茶。迈克尔拿起茶叶盒，露出怀疑的表情。感应器检测到可疑物品，这真的是茶叶吗？上面写的中文是什么意思？只是茶叶的名称和制造公司。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翻译给您听。林美琴尽量礼貌地解释，但迈克尔似乎根本不想听。他用手势叫来其他保安人员，30多岁的女性保安员莎拉·威尔森，表情锐利，棕色头发，还有20多岁的新人詹姆士·布朗，看起来对这种情况感到不自在。这个女人刚才用中文讲电话，感应器也有反应，还带着奇怪的东西。我们应该进一步调查这个人，迈克尔对同事们说道。由于检查时间拖长，周围的乘客开始看过来，窃窃私语声也传了过来。林美琴判断必须快速结束这个情况。“不好意思，我是美国联邦法官，我不是可疑人士。”他尽量礼貌但坚定地说着，并拿出法官证件，这是美国联邦政府发给的官方身份证。迈克尔接过证件，随便看了看后发出嘲笑声。“现在给我这个是什么意思？想要我闭上眼睛吗？这样更可疑呢。”迈克尔把证件推回给林美琴，嘲笑般地说道。而且法官，亚洲女人在美国当法官，从来没听过这种话。现在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会相信吗？听到这句话，林美琴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在美国辛苦生活，作为法律人累积的一切，在一瞬间被完全无视。但她忍住了，她知道在这里情绪化的应对，情况只会变得更糟。
如果您确认身份证，就能知道我真的是联邦法官。他冷静地说道，这种东西随时都能伪造啊，你们亚洲人最会做这种事了。迈克尔把林美琴珍贵的身份证掉在地上，那一刻愤怒真的涌了上来。单独房间的屈辱必须在单独的房间进行调查，请跟我来，您看起来非常可疑。莎拉插嘴了，她的声音带着嘲弄。单独房间？为什么要去单独房间？有法律依据吗？林美琴提出疑问。作为法官，追究程序正当性是理所当然的事，但迈克尔的反应在他意料之内，他的表情变得更加傲慢。法律依据？在这里我就是法律，机场保安是我们的管辖范围，像您这样带着可疑物品说奇怪话的人当然应该接受调查，您凭什么谈论法律？听到这句话的瞬间，林美琴完全掌握了这个人的本性，滥用权力，歧视亚洲人的危险类型。他站在了选择的十字路口，如果在这里再抵抗，情况似乎会变得无法收拾。而且飞机时间快到了，如果在这里再拖延，真的可能会错过飞机。好的，那就走吧。他冷静地说道。迈克尔露出满意的表情，似乎认为自己胜利了。单独房间比想象中要小，没有窗户，有种封闭的感觉。迈克尔、莎拉、詹姆士这三个人围着林美琴，就像审问罪犯一样的气氛。现在请诚实地说，您在隐瞒什么？想往台湾走私什么东西？刚才感应器检测到可疑物品，所以别想说谎。迈克尔把林美琴的行李放在桌子上，开始一一翻找。我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也没有可疑物品，我只是要去台北探望父母亲。父母亲？在北韩的父母亲吗？莎拉讽刺地插嘴道，真的很荒谬，不是北韩，是台湾。而且我从22年前开始就是美国公民。美国公民为什么说中文？不会说英语吗？中文是我的母语，和家人通话时当然使用母语。迈克尔们没有听他的话，继续低着头把行李一个个全部拿出来，继续问着刁难的问题。林美琴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发火，冷静地回答，因为他认为这是最快结束这种情况的方法，但他不知道这个判断会让他经历人生中最屈辱的经验，最后的羞辱。莎拉用扫描器检查林美琴的身体时，似乎发现了什么。林美琴那天正值生理期，所以使用了卫生棉。这是什么？卫生棉？确定吗？必须确认一下。什么？要确认？是的，可能在卫生棉里藏了什么东西。林美琴怀疑自己的耳朵，这不是太过分了吗？这明显是性骚扰。性骚扰？我们在进行正当的保安检查，感应器检测到了什么？为什么这么激动？看来真的藏了什么。迈克尔插嘴道，您知道罪犯如何隐藏危险物品吗？用各种方法，像您这样在卫生棉里也会放毒品走私，想错过飞机吗？如果没问题就给我们看卫生棉，没问题的话就放您走。莎拉补充道。林美琴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在这里再坚持，真的可能会错过飞机。台北的父母亲在等待着，父亲知道女儿几个月来第一次回来，会有多高兴啊。他紧握双拳站了一会儿，不得已决定接受检查。那20分钟是他人生中最屈辱的时间，活了45年，在他的人生中从未想过会遭受这样的羞辱。更让他愤怒的是迈克尔们的态度，没有任何内疚感或歉意，反而是嘲笑他的态度。好了，现在可以走了。检查结束后，莎拉又好像给了什么大恩惠的语调说道，下次不要做可疑的行为，还有在美国要说英语，不要说什么奇怪的中文，这里可是美国。林美琴整理着凌乱的衣服，把迈克尔们的脸一张张牢牢记在心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他低声但清晰地说道。迈克尔哈哈笑了。后悔？我们嘛，好像马上就能看到呢。哎呀，
好可怕！亚洲女人能做什么？莎拉也嘲笑道：“我们是机场保安人员，我们做的事是正当的事，调查像你这样可疑的人。你无论怎么挣扎，也奈何不了我们。知道自己的分寸吧。”林美琴不再多说什么。有时候，沉默是最可怕的警告。收拾行李时，她最后看了看迈克尔们：迈克尔·强森、莎拉·威尔森、詹姆士·布朗。他绝对不会忘记这些名字和脸。命运的安排。1周后，林美琴从台湾回到美国，第二天到法院上班，像往常一样早上8点到达。确认一天的日程时，法院书记官带来了新的案件档案。法官，这是新分配的案件，似乎需要紧急处理。什么案件？集体诉讼，关于机场保安人员滥用职权及种族歧视的案件。那一刻，林美琴的心跳开始加快，产生了该不会的想法。书记官出去后，她用颤抖的手打开档案，看到封面上写的案件标题时，全身起了鸡皮疙瘩。多数被害者对洛杉矶国际机场保安队滥用职权、种族歧视、性骚扰嫌疑。看到被告人名单的瞬间，他确认了自己的预想是对的。迈克尔·强森，52岁；莎拉·威尔森，38岁；詹姆士·布朗，29岁。就是迈克尔们，就是让他经历那种屈辱经验的那些人。果然，上天没有抛弃他，正义依然活着。仔细阅读档案后，林美琴了解到，总共有12名被害者对保安人员提起诉讼。被害者们都是亚洲人，都遭受了和他相似的被害。揭发这个案件的契机是内部举报。一名叫约翰·史密斯的机场保安人员实在忍受不了同事们的惯性歧视行为，于是举报了。读了约翰·史密斯的陈述书，愤怒涌了上来。迈克尔·强森和他的团队多年来故意骚扰亚洲乘客，有多少人遭受了羞辱呢？有多少台湾人必须经历这种屈辱的种族歧视呢？原告方的代表律师是大卫陈，台湾裔美国人权律师。令人惊讶的是，大卫陈是林美琴哈佛法学院的同期。大卫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对社会正义很有兴趣，听说毕业后也一直在为少数族群的权益保护而努力活动，情况很完美。现在只剩下让迈克尔们真正了解什么是法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的时候了。审判日，2周后，决战的日子来了。一大早前往法院的路上，林美琴下了决心，通过公正严正的审判揭露真相，不被个人感情左右，还有不让这种事再次重演。上午9点30分，他走向法庭审判室，在门前稍微调整呼吸后走了进去。法庭已经满满都是人了。原告席坐着被害者们和他们的家属，被告席坐着就是迈克尔们。看到迈克尔们的瞬间，那天的记忆生动地浮现了，但他没有表露感情。当他走向法官席时，整个法庭的人都站了起来。随着法院书记官的宣告，所有人都安静了。这时他观察了被告席的反应，迈克尔和莎拉虽然无心地站了起来，但似乎还没有认出他是谁，也是理所当然的。那天他穿着便服，现在穿着法官袍，而且那时他只是迈克尔们骚扰的众多亚洲人中的一个。坐在法官席上，林美琴环视了法庭一圈，旁听席也看到了记者们和市民权团体相关人员，可以看出这个案件受到多大关注。请就坐，他的声音在法庭中回响，所有人都坐下了。案件编号2024民事1287，多数被害者对洛杉矶国际机场保安队滥用职权及种族歧视案件的审理现在开始。受害者的证言。大卫陈律师站了起来，尊敬的法官以及法庭各位，今天我们要处理的案件不是单纯的个人纷争，这是美国这个国家追求的平等和正义价值被摧毁的案件。第一位证人是90岁的陈淑贞奶奶，坐着轮椅来到证人席前。我的名字是陈淑贞，
今年90岁，1935年在台湾出生。奶奶的声音虽然颤抖，但很清晰。韩战时来到美国定居。奶奶，去年10月12日发生了什么事？请告诉我们。奶奶稍微调整呼吸后，开始慢慢说道：是要去芝加哥参加孙子婚礼的路上，在机场接受保安检查时，奶奶的声音颤抖了。那些人把我带到单独的房间，叫我脱掉尿布，说要确认。法庭变得安静。我在美国经历了各种苦难，也遭受了很多歧视，但那样羞耻的事是第一次。奶奶擦了擦眼泪，您记得指示的人是谁吗？奶奶用颤抖的手指指向被告席，坐在那里的那个大个子男人。迈克尔·强森的脸僵硬了。奶奶当时是什么心情？请告诉我们。想死。奶奶的一句话在法庭中回响。第二位证人是22岁的李志明同学，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书的青年。接受保安检查时，迈克尔们看到我的中文书后，气氛变了，说是可疑的文字，然后说要确认是否为恐怖主义相关资料，连警察都叫来了。我只是带着中文教材和中文佛教书籍而已。第三位证人是48岁的日本商人田中博先生。去年7月和家人一起去夏威夷旅行途中，叫我去单独房间接受单独检查。问理由时，说像我这样的亚洲人总是想隐瞒什么，然后搜身，真的很羞辱，必须脱裤子，感受到了性羞耻心。最重要的证人是约翰·史密斯，机场保安人员管理职。这个案件的内部举报者，迈克尔们故意骚扰亚洲乘客，出现特定亚洲乘客时，彼此使眼色，互相发信号。为什么到现在才做这样的证言？无法再忍受了。每天看到无辜的人遭受羞辱，却不能假装不知道。真相大白。随着证人们的证言，被告席的气氛越来越沉重。迈克尔·强森虽然还想维持傲慢的表情，但显露出不安的气色。莎拉·威尔森一直和律师窃窃私语，詹姆士·布朗低着头。林美琴观察着迈克尔们的反应，回想起那天的记忆，那时迈克尔们有多理直气壮，现在看起来又多么可怜。被告方证人审问开始了。迈克尔·强森首先站到证人席，对于原告方主张的歧视行为，完全不是事实。我们总是按照正当程序执行业务，说故意骚扰亚洲乘客是胡说八道。但詹姆士·布朗的证言出乎意料。我认为歧视亚洲乘客是错误的，但因为是新人，不敢反对。他抬起头看向被害者们，真的很抱歉，我没有勇气。大卫·陈律师最后站了起来，尊敬的法官，原告方现在要提出决定性的证据。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叠文件，这是过去6年间与被告人相关的所有民怨记录，总共接到52件民怨，其中49件是亚洲乘客提出的。法庭骚动了。更惊人的是，所有民怨都以证据不足或正当保安程序为理由被驳回。但今天我们将证明这不是偶然。决定性的证据是机场保安摄像机记录的影像。影像开始播放，陈淑贞奶奶坐着轮椅通过保安检查台的模样，李志明学生接受中文教材检查的模样，田中博先生一家的样子。但是还有另一个影像，这个影像的被害者就在今天这个地方。大卫意味深长地说道：10月8日，一名亚洲女性遭受了同样的羞辱，被告人把她拖到单独房间侮辱，甚至强迫羞辱性的身体检查。想知道那个女性是谁吗？看影像就会知道。荧幕上开始出现新的影像，10月8日洛杉矶国际机场的模样，一名女性用中文通话的样子出现了，保安人员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的场面也清晰可见。请打开行李。迈克尔·强森的声音在法庭中回响。亚洲女人当什么法官？迈克尔傲慢的声音继续响起。影像中女性被拖入单独房间的样子，以及接受羞辱检查到最后的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显露了。最后，影像中女性的脸露出来的瞬间，
啊！迈克尔·强森发出小小的惨叫，脸瞬间变得惨白。莎拉·威尔森也露出不敢置信的表情，看着林美琴。詹姆士·布朗用双手遮住脸，整个法庭骚动了。林美琴缓缓站了起来，威严的法官袍在灯光下闪闪发光。她环视法庭，最后将目光定格在被告席上那些瑟瑟发抖的面孔上。那一刻，她用最优雅的方式证明了正义永远不会消失。这个案件最终以被告方败诉告终，迈克尔·强森被判赔偿所有受害者共计500万美元，并被永久禁止从事任何保安相关工作。洛杉矶国际机场全面整改了保安检查程序，建立了严格的反歧视监督机制。而林美琴法官，她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界，当正义被践踏时，它不会消失，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最华丽的方式回归。有时候，复仇最好的方式不是愤怒，而是让真相在阳光下无处可藏。